大家好，今天的视频呢是我们跨性别 FAQ 系列的一期。这个系列呢主要是针对于大家经常会受到恐跨人群有时候是 TERF 的一些询问和质疑。这些问题呢，如果你要认真的回答呢，它需要很多的力气，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不是简单的一个 yes or no， 而是需要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和层次的。而那些人问你这些问题呢，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想要一个回答，他只是想来搞你而已。但是呢，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呢，旁观者确实会对他们产生兴趣，因为确实是一些问的角度很刁钻的问题。所以这一系列视频呢，想对这些问题统一做出一些解答和阐述，然后朋友们呢可以按需把这个视频拿去直接回复给人家省得自己解释了，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话题，首先是MTF， 也就是跨性别女性是不是拥有男性特权？这一点是大家经常被指责的一件事情。更糟，我们就来问一问 MTF 到底有没有男性特权嘞？首先，跨性别女性不是男人，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个事实。对于跨性别女性来讲，她开始 social transition， 也就是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开始生活之后，她就失去了男性特权。不仅如此，她也没有获得女性的社会地位，而是处在一个主流社会所不耻的人妖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些人社会地位呢，大概是顺性别男性、女性然后跨性别人群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在主流社会里呢，跨性别地位是很低的。在2022年8月发表的一份报道显示，跨性别人群在美国的失业率是14%，而同年总人口的失业率是7%。2020年发表的一份基于美国大陆人口的汇报显示，40%的跨性别人士曾经尝试过自杀，而这个数据在成年人中大概是0.5%。2017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跨性别人群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是顺性别人士的4倍。所以事实上证明，跨性别人群的社会地位总之是不如顺性别人士的。所以你说跨性别人群有男性特权吗？如果因为跨性别女性他们是指派男性就坚称他们有男性特权呢，这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做法。有一种角度比较刁钻的说法呢，特服会指责跨性别女性如果需要随时可以捡起自己的男性身份，从而获得男性特权。那么这个呢，就大概相当于指责女性只要想就可以嫁个好男人，而不用工作，生活轻松。你说这样的 statement 有没有人这么做呢？可能是有的。但是你如果用这个 statement 来代表整个群体你想用这样的 statement 来代表整体的跨性别或者整体的女性群体，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公道的说法。对于跨性别群体来讲呢，大家的性别身份并不是一种 cosplay， 并不是说我今天开心我就穿上女性的衣服，然后出去一个女性的出门，然后明天又不开心了，我又换上男性的衣服，以男性的形象出门，并不是这样的。性别身份并不是一件外套，你可以把它穿上再脱下来。性别身份对于大家来说，和肤色、性取向、经济地位文化背景一样，是大家内在的一种身份，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去选择的。指责跨性别人士的性别选择是一种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也就是所谓为了钻空子或者为了某个性别的特权而选择这一个性别，这是一种非常没有道理也非常无理的一种做法。那么跨性别女性她可能出柜以后就放下了男性特权那么特服仍然会指责大家你是以一个指派男性的身份出生的，因此你的成长过程中依然获得了男性的特权，你有一个顺性别男性的成长经历，没有经历过女性的挣扎因此不配自称是女性那么这个讲法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但是它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和它没有明确说出来的潜在的假设这得给大家展开讲一下。首先成长经历呢，它不仅和性别有关，也和你所在的社群有关，和你的肤色，和你的社会地位，和你的经济状况，还有你所在的国家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关系。
不同的社群里对于女性的权益实现的程度也不一样。比方说，在一个上海出生的女性一个女孩子，她受到教育的机会，她肯定比一个在西北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受到的教育的机会要多得多。那么她们的成长经验就是不一样的。近10年来，中国女性的女权意识觉醒，大家经常提到的，用来说明中国女性的苦难深重，贫穷状况十分糟糕的例子，就是人口贩卖。那么很显然，相当一部分女性并没有人口贩卖的经历的，那么并不能说我们没有经受这些极端经历，我们就不配去谈女权，我们不配自称女性，对不对？所以说，用共同的经历来定义女性身份是一个非常 arbitrary、非常任意的一个做法。你让每一个人来谈，因为你让每一个人来谈自己的个人经历，都会有各方各面的差别，而你去以共同经历来定义女性这样广泛的一个团体呢，必然会排除一部分人。而你排除哪些人呢？当然肯定是随着定义者的爱好来。另外一方面难说了，即使跨性别女性出生的时候指派性别是男性，他们的成长经历也不见得和顺性别男性是一样的。因为大家作为酷儿成长经历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几乎可以肯定说是和主流社会的异性恋范式多多少少会有些差异的。酷儿青少年因此几乎必然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孤立，甚至受到霸凌。那么这样的经历呢，你很难说它是一个怎么说优势群体的成长经历，对不对？至少它和顺性别男性的成长经历还是有所区别的。最后呢，你说没有如果说没有受过女性的挣扎，就没有资格自称是女性，没有经历过教育机会被剥夺、身体被羞辱、身份被父权规训，就没有资格自称是女性的话呢，这相当于以女性的苦难来定义女性的身份。这一点从事实上来说是与女性主义的目标所背道而驰的。女性主义民权运动就是为了消除这些施加在女性身上的苦难，而不是让这些苦难来定义我们。那么女性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如何定义女性身份？如何定义 woman 或者如何定义女性这个概念？我个人的观念认为，这应当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对于每一个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女性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有一些的不同。有的人认为女性是外表的呈现，有的人认为女性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坚韧的或者包容的，而不同的人作为女性的经历也是不一样的。我希望大家不会被不同的人谈论自己女性的经历这件事情而感到威胁，因为不同的多样的女性经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一个人谈论自己作为女性的经历和你的女性的经历不一样，并不是说你的作为女性的经历它就是没有价值了，或者就不真实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女性这个身份，女性这个社群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人，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拥有自由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我希望大家都有自由的做自己的权利，这一点对于顺性别女性还是跨性别女性来说都是一样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看到这里的话，请大家点赞和订阅，我们今后会有更多的节目提供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